剧情一开始便是跟着伊卡洛斯前往冥海隧道。冥海隧道在剧情里是很关键的设施，它连接着迷障沼泽与冥海，也是早期因奈斯物资的运输要道。但它的前身是什么呢？这些在隧道的内部是能发现的。在操控奈美西斯进入飞行模式后，能看到隧道内部并不全是人造建筑，还有一些是天然洞窟构成。有人会认为是因为荒废已久，所以才导致隧道破损严重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这其实是一条地下暗河的通道，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风鸣岛的记录来佐证。因奈斯的建立是在公元2668年以后，而勘探员的日志却是公元2667年。这说明早在因奈斯建立之前就已经有了通道，不然勘探员也无法前往风鸣岛。再大胆一点猜测，冥海隧道实际上修建于大灾变之前，这些从隧道内的操作仪器上也能看出端倪。小冯一直觉得这里的操作设备过于原始，不像科技很发达的样子。再联系到风鸣岛的时空震荡器研究，实验室当时的物资很可能也是由此运送过去的。但这处隧道是私人建造还是诺恩联邦建造就不好判断了。不过这里的隧道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厉害，处处透露着贫瘠之意。人造设施更多起到的是对通道的加固，而非全面覆盖。由此可见，因奈斯当初可能也只是简单利用了一下，等到传送建好了就放弃了。为什么现在的隧道不会是荒废导致呢？因为时间从公元2668年到现在的公元2712年，就只过去了44年的时间。在无人干预的状态下，44年就让完好的隧道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显然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只能推测隧道原本就是如此。说到冥海隧道，在隧道的出口处可以通过上面的缺口爬出去，然后就可以一览全貌。海底隧道的场景基本都在这里了，但也因此没办法从地图来推导设定。出了隧道后，便来到了深泉岛。此时的岛上已经遍布灰玉体。在袭击10号哨站后，灰玉体一系列的计划就开始了。我们刚好碰到了摩克小队被袭击，从这里也能看出来灰玉体已经有了战术意识。他们实际的目标是夏目岛的渊流，此处的袭击不过是为了牵制住摩克小队。由此可见，灰玉体已经渗入到了因纳斯内部，就连摩克小队的职责与实力都一清二楚。在与摩克小队会合后，表现最出彩的就是西罗了。相比于西的憨憨个性，莫利尼亚的社恐，西罗无疑算是小队智囊了。可能是因为任务在海边的缘故，西罗格外的上心，而且直接道破了内鬼的身份。可惜当时没人听得进去，不然狼人杀就没那么麻烦了。西罗更是抢先一步去了夏目岛。说真的，这就是灰玉体漏算的地方，千算万算没算到我们竟然会通过隧道来因纳斯。由于我们的出现，才使西罗可以放心的去查看异常，不然夏目岛的异变我们根本发现不了，也不会碰到蓝与寒露。可能阿比斯逆转都已经前往9域了。与众人寒暄一阵后，便再度启程前往因纳斯。在路上，伊卡洛斯提到了西的改造，这些都是给后面的狼人杀做铺垫。说到水下战斗，可能很多人依旧觉得很糟糕，那就感受一下测试服时候的动作吧，绝对没有慢放哦。其实这也是幻塔为了满足大家对真实性的需求，水的阻力使动作减缓了，但幻塔一直都是以高速战斗为主，这种黏黏的手感非但没有增加真实，反而让战斗更加难受。所以游戏真的不能过度追求真实性，希望以后塔塔能注意吧。说到西的改造也是很有意思，内鬼通过改造在西身上加装了定位，然后通过小谷的灰玉体吸引西的注意，从而达到引开摩克小队的目的。这也使得哪怕灰玉体在伊奈斯旁边造出了一支军队，伊奈斯都不知情。初次体验洋流还是有些震撼的，尤其是与海豚的伴游。期间我们也知道了隔水立场的存在，这个在风鸣岛的视频里讲过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因奈斯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体的，而是分为主城和卫星城。主城就是中间的建筑，而卫星城则是周边建造的扁担型建筑。主城起到汲取能量、执行政治的功能，卫星城才是真正的居住区。这也是为什么菲欧娜自信因纳斯可以装下维拉所有人的原因，因为卫星城是可以一直扩建的，只要能从主城获得能量就可以。出到因内斯也没有带什么礼物，自然也没受到待见，被催促着赶快去见菲欧娜。从罗伊与婉玲的态度能看出来，他们很尊敬菲欧娜。海之女王名副其实，刚到这里就发现婉玲在提交巡逻路线，这里也是为了狼人杀在迷惑我们。卢修斯带病工作同样也是为狼人杀做铺垫。在 2.4 版本的剧情中，狼人杀占了一半的篇幅，这是沼泽伪装者的延伸。不过我们没能判断出的原因，完全是因为信息量不足。在获得足够信息后，这段狼人杀还是很好判断出内鬼的。领叶随即让奈美西斯建立了屏障。话说莎莉啥时候学了这个技能？然后讲起了伪装者的事。不得不说，菲欧娜也是智商在线的角色，她早有察觉，只是缺少这方面的信息。听到领叶说了，自然就已经有了判断。从这里的剪影也能看出来是谁。可惜西罗不在，不然非得把书呆子揍一遍。
海洋的事都是大事，书呆子居然说是小事，这是赤裸裸的自曝身份了。这时候得知了西罗那里需要支援，果然西罗才是隐藏大佬，识破内鬼，干扰灰玉体转移，全都快人一步。来到夏目岛之后，发现摩克小队已经到齐，阿比斯逆转正在试图穿过渊流。在这版本的新 buff 中，我对他是最好奇的，他的身体里似乎还有一个分身，两者可以做出单独的攻击，这在战斗中很好的体现了出来。还有在他身边环绕的装置，其上还有印记，它又有什么作用呢？我的猜测是和时章一样的作用，但还缺少证据支持。就当这时，九域中的蓝与寒露赶到了，一招便解决掉了所有的灰玉体，这也让很多人觉得蓝的战力非常强大。实际上从剧情表现来看，蓝还真的是很强。决战中，蓝与寒露也是一招清场，在大型 AoE 伤害中，蓝清小怪效果拔群，这似乎也延伸到了他的武器设计中。通过与蓝的对话，我们才知道九域同样遭受着灰玉体的袭击，只是在九域灰玉体叫做慧敏。接下来就是双方首领的较量，蓝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领业情报，在蓝的档案中也有介绍，他的第一反应是灭掉眼前的人，还是选择相信？同样在领业这里也是如此，双方都没有第一时间的相信对方，甚至在寒露要留下时，领业还嘱托伊卡洛斯留下帮忙。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，其实都是双方慎重的写照，彼此也都心照不宣。讲到寻找灰玉体肯定的奈美西斯出马了，果然第一时间发现了异常，随后在洞内发现了灰玉体的存在，主角第一时间发现了巡逻机器人的异常，紧接着就是一场刺激的狼人杀。当获得的情报足够多，内鬼也就浮出水面了。在这当中，莫莉尼亚展现出了出色的洞察能力，西的改造成了突破口。菲欧娜召集众人开始找内鬼，没想到第一个问题，书呆子就自爆了。可惜罗伊是个憨憨，竟然指控卢修斯，这不得不让我想到某位名侦探。说着，两人还打起来了。菲欧娜与领业则携手抓到伪装者，闹剧也落下帷幕。但紧接着更大的问题出现了，巡逻出问题已经很久了，灰玉体现在已经是什么规模了，值得我们亲自去探查了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直接养出来一个军团。其实这也算歪打正着了。由于伪装者的提前曝光，导致我们提前发现了灰玉体军团。灰玉体必须把计划提前了，我们的出现等于打乱了灰玉体的全盘部署。这里衔接的就是菲欧娜的 PV 内容了。在得知灰玉体向海底聚集后，我们第一时间探索过去。先拦着我们的便是阿比斯纳克亚，他的来源还真查到了些内容，全名阿特拉克纳克亚，是克苏鲁神话中的角色，别名蜘蛛之神，描述是像一个匍匐的人一样大小，有着蜘蛛的肢体，这应该就是幻塔的灵感来源。不过我好奇的是，奈克亚的肢体为什么那么像赦免天使，尤其是兜帽上还印有93，阿比斯和赦免天使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？等到我们赶到火山地带，渊流已经开启了。事实上，渊流不该开启这么早的，因为结晶化还没有全部完成。下面是我脱离战斗后的探索画面，可以看到整个火山地带几乎都被结晶化，只有火山里面还保有岩浆，在火山里面也有着火牛的存在。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哈伯拉是斯奇拉召唤的战争宠物，一直潜伏在火山里，而斯奇拉则一直吸取火山的能量来完成转移，所以周围的环境才都是结晶。但我们来得太快，斯奇拉已经来不及吸取能量，没有成功转移，随后更是在战斗中输给了我们。他的荆棘刚好落到了火山里，周边的火山也瞬间恢复了过来。这里还有另一个猜测，龙口火山周边真的都是岩浆吗？你见过可以飞在天上的岩浆吗？在未活化之前，结晶更像是福星矿。佐证这个的还有一个证据，火山刚活化，通讯就恢复了。再联想到之前说福星矿会影响信号与通讯，之前火山的结晶很可能就是为了阻断通讯与传送信号，防止我们求助援兵。但这样一来，福星矿就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，活化的形态。当然这个只是猜测，主要还是因为飞在天上的岩浆有些太匪夷所思了。在一阵摸鱼之后，援兵终于赶到了，此处算是2.4的剧情巅峰了吧？就连赦免天使也来了。这里令我惊讶的还不是赦免天使，而是埃文斯。赦免天使是通过第9区传送过来的，这在剧情的最后，梅丽尔的护送能看出来，海加德居然愿意与艾达之子合作。要知道双方可是互相攻占了总部，可见双方并没有真的是那种水火不容的仇敌，虽然都互相看不顺眼，却意外地认同对方的存在。埃文斯也曾称呼艾达之子为迷茫者。艾达之子在洗白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，与哈伯拉的战斗不出意外的又是我们单挑。于是在剧情削弱下，火牛饮恨西北，随后便得知了韩露的10章关不掉渊流。10章要圈重点，以后要考的，它会使不稳定的时空变得稳定，或者变得更加扭曲，这也是9域对付渊流的手段，但这也为后面的剧情埋下了伏笔。渊流怎么样才会关闭呢？雷比利亚何时才会一起行动呢？维拉剧情又会以什么样故事来结尾呢？
这些我们可以从亚夏剧情看出端倪。亚夏的巅峰是幻塔的决战，之后的版本更新都是故事的后续。同样，维拉已经出现了巅峰剧情，后续就不会有更加庞大的版本内容了。接下来肯定会以关掉渊流为目标，毕竟快到9域版本了，渊流关不掉，要么是为了去9域埋伏笔，要么就是维拉的收尾。留着这样的渊流在，对维拉而言只能是一种威胁。只要渊流还在，灰玉体就会源源不断的进攻，试图穿越到9域。灰玉体的目标清晰了，朝姆的位置也就清晰了。从过去的剧情中，我们得知朝姆被囚禁，现在灰玉体又疯狂涌入渊流，可见朝姆很可能就被关押在9域中。但这些都是3.0以后的事了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